秦国历代贤君一统天下的大愿了吗？嬴政一刻也不敢忘啊！秦王嬴政，你忘记了秦国历代先君一统天下的大愿了吗？嬴政，须不敢忘。当武长了，为秦国立功。叫什么名儿？我叫嬴政。到吴东，你是秦国的好兵士。
臣吕不韦叩见母后。要是没有记错，我和相国不见已经有7年了吧？母后的记性真好。7年前嫪毐进宫以后，老臣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母后。如今她做了长信侯了。这不怪他，他原是你的门客，不是你送他进宫来服侍我。他哪儿有今天呢？虽说是封了侯，可人还是你的人。是。不过他，我倒是喜欢的。嬴政应该成婚了，长信侯认了一位韩国的公主做亲。那姑娘我看过，很好。公主叫我叔叔，我叫她侄女儿。母后难道不知道，大王要灭韩了？灭韩？灭了韩，那灭不灭赵呢？灭了赵，我这赵人又算什么呢？我是只知有母后，不知有天下。6国都灭了，相国让谁给母后进贡呢？你不错，老夫要你照看好母后。相国放心，朝廷上的事，嫪毐绝不过问。不过嫪毐多一句嘴，6国都灭了，在大王那儿，相国还有什么用呢？那老臣就恭喜母后。韩国全境已在我手中，唯都城新郑被迫，被我20万军困住，已近30日，城中粮草断绝，人心溃散，而我军粮草亦仅足7日，战何大计？还望陛下相国早定。灭韩，天下震动。如果关东6国联合来攻，怎么对？留着韩，无害而有利。不对，今日以20万军取新郑，易如反掌。明明是能赢得起，非要和。道理上不通。吕思，你还不是相国。韩使在。你可以回去了。是。韩国君臣永不忘相国救命的大德。知道了。中父，我要喝酒，取酒来，我要喝酒。这一杯可不是敬酒，是罚酒。寡人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罚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只为那边25万将士等着攻城的亡命，眼睛望出血。有人在咸阳的殿上说是
不灭韩了，说是留着韩，无害而有利。寡人是一言不发。李斯，把你的话再说一遍。大王，老臣这一杯也是罚酒啊。这一杯还是该罚寡人，不然您的相国就做不到今天。先王在，老臣是相国；先王不在了，老臣还是相国。请陛下杀吕不韦，以谢先王。敢！相国，相国，相国，相国！那就只好罢吕先生的相了。李斯，下去草诏，今日起加吕先生5000石俸禄，赏金100斤，马10匹，必双啊！遵命。臣请陛下换他人攻新郑，臣闭门待罪。攻城还是你行，7日之内不破新郑，怎么办？法办。怎么臣听说，陛下要娶韩国的公主？我不要你的头，我要你的马。你有一匹良马，马你见多了，看马看什么？看牙口。不对，看眼睛。眼睛神气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嫪毐，小臣在。听说你要做我叔叔了？都是母后和相国的主张。你平日忙，今日陪我走走马。小臣位高，骑不得马。位高。上马都位高。哎呀！陛下，陛下，养一问他。大王问嫪毐，高不高？巍巍乎高哉！高！过！皇命服役。啊！王问23得几23得6。王问33得几？大王说几就是几。侯爷，侯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母后着急了。
我不陪大王玩玩，他对我放不下心呢。夫人早。你早。夫人早。嗯。嬴政大婚，说起来还真有点对不起赵女。在赵国的时候，先王就不用说了，我也是个不会做的，就有人把赵女见了来，才这么高。闲了，就帮嬴政放了。貌相也难得，难怪嬴政爱他，就是性子太放纵，胆子又大，一天疯跑疯笑的。母后以为他如今改了，没有。后来我们要回秦。他本是不来的，嬴政就哭了，他反倒笑了，说：“走就走，哭什么？”就这样跟着我们回来了。陛下。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去哪儿？回赵国。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？你是每天都到大厨房来看我，你以为这样就是对我好了？你知道我都在想什么？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？你不知道。在宫里，我见人就要笑，不笑要皱眉，走路要低头，说话要小声。我是个摆设，是个木偶。我想放声大哭，想大声讲话，我不想对每个人都好，我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。可我已经过了很久了，我要走了。小时候多好啊，冬天下着大雪，站在草垛上，乱喊乱叫，没有人管。冷，饿着肚子，却高兴地忘了回家。后来草垛塌了，俩人都掉进去了，里面真暖和，就那么抱着睡着了。过去你是赵正，现在你是王。人做了王，就没意思了。你说的对，你为什么要走？我明白了。
原想，等天下大定了，我要娶你做皇后，做天下的女主。我以为你会高兴的，你会喜欢的。赵正，你跟我回赵国，我们再去过小时候的日子吧。我知道你不会跟我去。天就要亮了，陪我去了江山阁，再走吧。斩图！陛下，这就是四海归一图。图是你们两个画的？是他们两个人画的。画得好。你们是秦国人？陛下，那是韩国人。这就是了。韩国要灭亡了，你们是为自己的国家哭泣。你们是韩国的好百姓，韩国的百姓都在哭泣，因为你们的王让他们献出1000匹马、10万斤黄金、100万束丝给秦国做礼物。我不要韩国百姓的礼物，这些礼物应该韩国百姓自己用。韩国是要灭亡了，但是你们会有一个更大的、大得多的国家。秦国和6国，眼睛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地方，都成了一个国家。天下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百姓。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王，一个好的君王。这个君王在6国灭亡的时候，要救护那里的百姓人民，到处都建立郡县，让清廉的官吏来管理，让遍地都长满了河鼠，百姓可以安居乐业，把赤道修到边疆，把长城筑到远方，匈奴和四夷进犯时挡住他们的马蹄，再把石碑立在泰山上，把石碣竖在大海边，纪念天下的统一。陛下，那是他们开始攻新郑了。
过来。见了大王不跪吗？不是燕国太子见王不跪。你们说吧。少女，你不要走。燕丹请陛下停止公案。燕丹请陛下与六国相安无事，不然的话，不然怎么样？5步之内，燕丹的血就会与陛下的血流在一起。你杀了我，这件事也会有人做的，不是我，也许就是你。550年了，原来的几百个诸侯国哪里去了？现在只剩下7个。小国想要变成大国，大国要并吞小国。战争不停止，550年战争不停止，不能停止。百姓好像活在水火中，只要6国还在，战争还不会停止，天下就永不得安宁，百姓就永不得安宁。6国是一定要灭的，不能改了，谁也不能改了。你怎么不说？只要秦国还在，天下就不安宁。你别上来！你别走！我知道你想回燕国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是你的父王还会把你再送回来，直到燕国的灭亡。不要伤父王的心吧。那我在陛下面前拔剑，陛下为何不杀我？你是我的兄弟。燕人的骨才真是好，又悲又喜。湮灭了
北方的土地它能连成一片，北方的地连成一片，秦国能南攻齐楚，统一天下。可灭燕，我没有借口。万一我一起来攻，寡不敌众啊！只要你放燕丹回去。啊？回？嗯。回哪儿？回燕国。只要你放他回去，他一定会派人来杀你。刺客一到，天下人就都知道了，借口就有了。也许燕国不战就降了。怎么才能让燕丹一定派刺客呢？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就是了。谁？谁？我的脸好看吗？夫人的脸美极了。刺了字还好看吗？夫人开玩笑。咸阳御司叩见夫人。请起。御司，小人在。这些受情刑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有罪犯，有战俘。情形难吗？不难。夫人是不是在犯人当中有熟人？吩咐小人去办就是了。你在我脸上也情个字。夫人说什么？我要你在我脸上也情个字。吓死小人了！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你不是想抗命吧？嘿。我的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别给我弄脏了。不会。你的手很重吧？不重。疼吗？不疼。疼了也不能叫，一叫元气就散了。我不叫，不叫。将军！让我看一眼，把他杀了！别难为他们，是我的主意。什么？脸上不擒字，燕丹不会相信我的。要跟燕丹回燕国的是你。我去了，一定能让燕丹派刺客来。刺客一到，仗就不用打了。
你以为只是小时候做游戏？天下大乱，尸骨堆得山一样高，流血流得河一样快。可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说过要救护6国的百姓，让天下人过安生的日子。我相信你说的话，只要你看到我脸上的字，就不会忘记了。脸上噙了字，不好看了吧？这些年，我慢慢的觉得我们不行了。你是秦国的王，我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，所以我想回赵国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你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王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我又有事情为你做了。小臣拜见太子，久等了。大王呢？大王有一点小事，就不能过来奉陪了。大王要小臣陪太子把酒喝好。告辞。不忙。大王要小臣带太子看一样东西。太子不看，会后悔的。太子请。太子请回头。这是韩国画工所制的四海归一图，韩在里面，燕也在里面，6国都在里面。大王要小臣转告太子，燕是一定要灭的。太子不妨就住在咸阳，不必回去了，免得受苦。大王还说，燕国的太子不做，秦国的官是可以做的。只要太子肯就好。大王要小臣顺便转告太子，太子的朋友赵夫人因为要回赵国，大王在她脸上噙了字，那字是永远去不掉的，请太子思量。请转告秦王。燕是不会降的，我就要在这四海归一殿接见燕国来的使臣。我要你给我找一个真正的刺客，我会让所有带刀的侍卫都不上殿，文武百官也没有兵器，反而让刺客带剑来见我。真想不到，我去燕国是去找一个人来杀你。他杀不死我，谁也杀不死我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他杀我是错了。收好，防身用的。我走了。我的命符，你也拿着。等等，
走吧。张女，不要回头。赵女，这天池里的桥，让你想起什么？还记不记得小时候，你让我走的独木桥？我在这四海归一殿里建造这座浮桥，就是为了永远不忘记我们小时候的事情。我是燕国太子，我是燕国太子，嬴政要杀就在这儿杀死我，天杀的嬴政！是燕国的，是不是？杀了天营长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天杀的营长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荆轲，让你去杀一个人。杀谁？一个主剑，是个匠人。杀他一个。杀他一家。你出多少？5000。我要10,000。爹爹，你把我的亲人都杀了，你把我也杀了。
看不见我的脸，我不杀你。杀了我！你不杀我，我就要一辈子跪下乞食，日子不尊严。你说的对，可我不杀你。诸君，国家有难，用人的时候到了。既然厮杀取胜，生死难免。如果有人怕了，现在就请退出。严丹绝不怪罪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太子的意思是让我们现在就死了。好，诸君，请满饮此杯。好啊，我逮住你了，小贼！小贼，你偷了多少回了？偷了好几回了。好几回了，那咱们就别多说了。喝水。喝水。给他口水喝。给他口水喝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要把这一年的高钱给我，我就给他水喝。什么长毛的东西？出去，给他一口水。
你还不走？水有的是。你给我跪了，就给他水喝。跪了，你把他放下来。行，你跪了，我把他放了。你钻过去，我就放了他。把他放了。我让你钻，你就钻呐。好，放他可以，不过得我说，你说不行。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就放了他。我不杀你，你得杀了我，杀！我不杀你，不行，你非得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！来呀！哎呦！快跑！人是你杀的？不是。不是你杀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今天是你的末日，有什么话说没有？好汉子，来，伺候了。怕不怕？怕就叫。叫吧。
那就死到临头，咱们多玩玩。等等，叩见夫人。有劳你了。快放人！放啊！放！快点！夫人，这倒是个不怕死的，上了当目没有不叫的，偏他不叫。我该去牢里亲迎你了。来，你们出去。吃苦了吧？坐。你们已经认识了？没想到你就是荆轲，太子一直在找你。真是大隐于市啊！有谁想到刺客荆轲会躲在燕市上编草鞋呀？我和夫人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还是夫人说吧。让你去杀一个人。你知道让你杀谁吗？让你杀秦王政。不杀，燕国就完了，6国也完了。我不杀人。你是个刺客，你杀过很多人。我不杀人。你不要以为你是白痴。你要什么？说了，就都有了。杀了秦王，你可以进燕国的宗庙，千秋万代祭祀你。我不杀人。那你就回到牢里去死吧。一个妇人，好端端的被秦王在脸上擒了刺，来到燕国又救了你的命，你就不想报答你的恩人吗？我不杀人。来，把他带回牢里去。这才是我要的人。3个月之内，不管你怎么做，一定要让他去咸阳，去杀嬴政。我做不到，他连死都不怕。你应该另找别人。这3个月是他的，也是你的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人质。荆轲，荆轲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以为我救你，是为了让你去杀人？你想错了。别人说你是个杀人的刺客，我很惊讶。因为我亲眼看见你怎么救了一个孩子。我不知道你过去的事，可现在
你走吧。回家去吧。要疼就喊出来，英雄不在这上。喊出来，喊出来！使剑呢，又不是杀人。刚才我说错了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高渐离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你。我是赵国人。生在赵，长在赵，后来跟别人去了秦国，又到了燕国。你脸上有字，你犯了什么罪？我想回到赵国去。回到赵国，这么要紧吗？因为我是赵国人。想回家乡不是罪，杀人才是罪。我杀了很多人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我杀了一个女子，她家是铸剑的。女子不大，10几岁。她生得好，生得很干净。她眼睛不好，眼睛盲了，看不见。你把我的亲人都杀了。你把我也杀了。你看不见我的脸，我不杀你。他要我杀他，因为我把他们一家都杀了。每日太阳还不出来，就听见我娘磨豆。太阳出来了，就听见爹爹和叔伯打铁。太阳落了，我哥牵牛回来，拍手唱歌，摘一朵花儿给我。蓝日都听不到，我活着为什么？我不杀他。
是谁？杀人的人也有名字呀。我没有力气了，你帮我拔出来。其实他也想杀了我，他手里有把剑，藏着。他不愿一辈子跪下乞食，很对。他好。我没想到你是左手。哎，我是荆轲。嘿嘿。喂。你把这房推了吧，再盖个新的。院里种几棵果树。我要是能来看你呢，我就来；不能来，你也别怨我。好好过吧。这个送给你。秦王以老将王翦为统帅，起40万兵，集结于韩赵边境。赵国人心大乱。长信侯说，赵后边就是灭燕了。太子金要。哎呀，这月是君王用的。太子丹送我这么一件礼物，是想让我掉脑袋呀？不过太子的好意不能不领，谢了。侯爷，大王在宫门外等候，要见母后。不见，就说母后歇息了。哎，又错了，你又错了，罚不罚啦？姐姐。哎。儿啊。可怜我这2个儿啊！莫非要在宫里藏一辈子不成？
圣儿的胃口是好的，从小就馋肉。从小就盼着过年节，母亲给肉吃。母后这一说，倒像是埋怨陛下多吃了似的。陛下乃天下之主，哪里就缺了陛下这一口肉呢？爹爹，陛下恕罪，这是臣的侄儿。因为母后喜欢，赏了衣服，在宫中小住。孩子小，喜欢胡乱跑。来，快过来，大王唤你。小孩子乱跑有什么要紧啊？母亲欢喜就好。张嘴。去吧。饭也足了，肉也足了，要回去办事了。母亲保重。陛下慢行。哈哈哈。陛下，陛下，臣见大政宫卫士个个深藏戾气，只等嫪毐的号令。不是陛下大智大勇，他早就杀起来了。嫪毐今日必反，臣即刻去调动禁军。臣在，陛下在，望陛下松开我的手。你以为我是害怕了？侯爷，请太后御玺。那要太后亲自面谕小臣。玉玺是真的。母后有命，大事一成，即刻复了相国的相位。
哦，还是我做相国。那谁做王呢？谁做秦国的王？是你，还是你的儿子？老矮，念你过去是我的门客，我劝你早早自首。母后说一句，你或许就可以不死。不然的话，不是老夫夸口，谋反，轮得上你吗？好，到底看是我的儿子做王，还是你的儿子做王？你说什么？一个被废了的相国，敢杀长信侯？我看不敢。备车，我要进宫。参见侯爷。